生活中，我们总有这样的经验，比如不小心蹭破皮肤出了血，过一会儿血就会自然止住。普通的感冒、发热等小毛病，即使不吃药，1-2周的时间也能自己扛过去。甚至一些被医生宣布得了绝症的病人，保持好心情，反而神奇地康复了。这些奇迹都要归功于你的自愈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医学也就是激发、辅助了人体的自愈力，来治疗各种疾病。病其实都是人体自己治好的，不论医疗是否介入。这个自愈力，如果用中医的语言来描述，大概就是常说的人体正气。鼻子《黄帝内经》中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当人体内正气充盈时，就不容易受邪气侵犯，人就处于相对健康的状态。自愈力是天生的，但如果我们经常践踏健康，自愈力也会变弱。相反，如果注重养护正气，自愈力也会得到提升。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一位神医，我们只需要协助他工作，我们里面的自然疗愈力量就有实现康复的最强大力量。01自愈的条件。经常有人问我，素食是不是万灵药？我回答，素食不能治疗任何疾病，因为素食不是药物。素食唯一能做到的是帮助我们的身体停止自我伤害，之后是你的自愈能力疗愈了你。当今社会绝大多数的疾病，不论是心脏病、糖尿病还是癌症、自身免疫疾病，都是自我伤害的结果。只有我们停止自我伤害，我们与生俱来的自愈力才能发挥作用。只要我们停止自我伤害，我们的自愈力就开始发挥作用。科学数据表明，健康素食2至4个星期，糖尿病患者即可减药或停药，高血脂患者的血脂大幅下降，高血压的症状显著缓解，体重显著下降，身体的抗癌能力成倍的提高，类风湿症状显著减轻。02学会内观，找到真实的自己。当疾病缠身的时候，我们吃药、找偏方、吃营养品、做手术，这都是我们四处寻找的救命稻草。可结果是，我们经常得不到良药，或吃了药不见效，肿瘤切了又长回来。其实是我们忘了健康的钥匙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内在的自愈能力才是使一切疾病康复成为可能。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唯一责任人，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可以为我们的健康负责，所以我们只能专注于自己，相信我们与生俱来的自愈能力。03心存爱不执着。现代西方医学的思想体系习惯地引导人们视疾病为敌人，人们需要不断地与病魔抗争，达到战胜病魔的结局才是胜局。但是癌细胞也是我们的细胞，长了结石的胆囊仍然是我们自己的器官。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细胞、组织、器官当成敌人，最终受伤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明白这个世上没有敌人，被我们视为敌人的
往往是为我们承担最多的，比如父母。身体被我们自己污染了的大地河山，而疾病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垃圾桶，它只是把我们过去累积在身体的垃圾全部装起来。治病如同治水，大禹治水时汲取了父亲鲧的教训，用疏导替代拦堵，历经13年，最终完成治水大业。战国蜀郡太守李冰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建成千古功成都江堰，福泽百世。疾病是危机，也是身体给我们的信号，说明我们的生活方式、情志状态需要改变了。所以疾病给了我们成长的机会，它是每个人必修的成长功课。善待疾病，学会和自己的身体对话，感谢它毫无抱怨地承载着我们过去随心所欲地活着，心疼身体一次又一次被我们忽视，累得无力承担，以疾病的方式告诉我们，我撑不住了。让我们对身体说声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当我们身体出现了状况，第一时间要好好的反思自己做了些什么自我伤害的事，并付诸行动做出改变，停止自我伤害。04阳光心态，自利利他，专注在好的结果上，想象我们康复的状态，想象我们自愈后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正面的事情也是想，负面的事情也是想，为什么不想好的呢？想正面的事，我们又不会失去什么。研究发现，乐观的心态可降低心脏病风险，促进心脏病康复，降低血压，减少呼吸系统感染，并提升总体健康水平。光有正面想法还不行，还要用正面想法指导行为。全国道德模范田秀英的儿子3岁因为火灾，身体75%烧伤，被医院判定抢救无效的情况下，他用爱的信念把孩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并通过100%的正念教育，把孩子培养成研究生，最后成为公司董事长。当我们专注好的结果时，我们全身的细胞会协调一致，向这个方向努力。当我们用阳光般的心态治愈了自己，身心和谐散发出的光芒也会像阳光一样，没有分别地照亮身边的每个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的，不是吗？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无比强大的意念能量，能疗愈任何疾病。宇宙在形成过程中原本就存在着一种能量，称为宇宙能量。这种能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因此人体自身也存在着这种能量。正是因为这种能量，生命才得以生生不息。能量医学是一种无药求本的自然疗法。在能量医学的医理中，生命体不是以物为中心，而是以能量为中心。因此，生命体是由最基本的细胞构成，能量强则细胞活跃，生命体自然充满活力；细胞活力衰减，则能量降低，发病几率就会增加。能量疗法就是运用宇宙、自然、人体能量，
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自然宇宙的能量来调理人体之能量，从而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状态。意念的神奇力量，当下时空，地球扬升，万教归一，万物互联，信息大爆炸，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意念的秘密，可惜少有人清晰地知悉意念的内涵。人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深知意念的超级力量。从书面描述的角度来讲，意念相当于有意识，包含显意识、潜意识而成信念的精神状态，是主体轻度入境后元神能动的自律性调控自然机电音的亚无极思维态。它舍弃了一切中间环节，具有穿透力。意念是没有识神思维过程的人脑潜在功能的轻度活跃。意念的基本描述：意念看不见摸不着，非常抽象，对于眼见为实的人类来说，怎么理解都欠缺，只能略描述。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元神比喻作先天一气，是自然存在并且无处不在的道，比如那野火烧不尽，春风春有声的小草及万物生灵。这个道遇到春风就生命、生长、生发，这就是说，只有元神才可能与其直接发生关系。这个春风就是全息在个体的道与物的编码相遇，就会构成所谓形而上的气。在编码、程序和契机信息上有相通之处，所以它们可以相互感应沟通。懂得这一层至关重要。意道气道，以意领气，其意就是生命场及生命信息流体的契机系统。它通过人脑固有的信息编码沟通，对其物质过程及其五行异变属性直接进行定向引导和加工，所以可以通过意念对其物质的运动赋予信息量，产生气化功夫。古人详细地说过，人的德性能演化出情，情能生出意，意不停地运作即意识，意识有刺激大意义大的意识，有刺激小意义小的意识。在意识中，自觉不自觉的就会选择意义的大意识转化为意念，把其他意识抛弃，此意念会转化为动机，能支配人体去付诸于行动，即简易经所谓德化情，情生意，意恒动，意恒动，时中则念，动机出意。从更为通俗的角度讲，意念既是气，是力，也是一种能量。现代物理学的伟大在于证明万物均为能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用现代物理学来说，就是一切物质都可以分解成分子和原子，每一个原子的内部都是空的，并以闪电般的速度穿梭在这些空间中的次原子，是一束束震动的能量波，其实是弦线。有一则公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短短几天中，每天冥想1小段时间，就可以增强我们的认知能力。校方发布的公报指出，该校共有63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参与了研究，
其中49人完成了规定的项目。这其中一组学生每天进行20分钟特定的意念冥想，而另一组学生则在这段时间内阅读书籍。4天后，参加意念冥想的一组学生在一些关键认知能力上获得了显著提高，测验得分明显高于没有参加意念冥想的另一组学生。训练结果显示，前者在规定时间内处理信息的能力高于后者10倍。证据显示，经过4天意念冥想的学生，其视觉空间处理能力、工作中的记忆力和执行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高。2. 意念计时器。视力是一种能量，意念者虚拟也，但并非虚假，因为虚能辨识，无能辨有。意识是一种不受我们身体局限的物质，是一种条理分明的能量，有能力改变物质世界，因此可以心控物，能力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一个简单的意念似乎拥有改变我们世界的力量。以心控物，意念可以影响物理现实，意念能影响任何东西，具有改变世界的惊人能力。物质并不是固态和稳定的，甚至不是任何东西。我们的世界笑似一个巨大的量子信息网络，真实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流动或变动的。想要用意念影响物质，念头必须非常专注，而且动机强烈。心灵显然是以某种方式与物质不可分地连结在一起。群体念力说不定能逆转潮流，带来这个星球的修复和更新。想要改变世界，我们只需要同心合意就能办到。人体的构造与天线有某些相似之处，是看不见信息的接收器，还是信号的发送者。意念是一种频率，治疗念力就是一种高度有秩序的光。意念同样是高度和谐的。人类意念可以影响植物，生物体读得懂人类的心思意念，并会有所反应。蛋白、蛋黄都会与蛋壳互通信息，即使生物体被切为几片，沟通也持续进行。发送意念者的每一种强烈情绪，爱、恨、愤怒等，都会导致接受意念者的强烈光释放。生物体可以与环境双向沟通，意念是一种光子流，那植物接收到信号并受其影响，便一点都不奇怪。意念的效力是爱的完全展现，会让两个身体合而为一。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预感，都会被心脏和脑部接收到。最让人惊讶的是，心脏竟比脑部更快接收预感。动机是念力成功的关键要素。正面意念，带有爱心或利他之心的意念，往往能带来协调的心跳。生物体归根究底是由电子之类的粒子构成，所以任何磁方向的激烈改变，理应深深影响它们的生理过程。地球的微幅磁场摆动深深影响到身体，心脏、脑部。地球磁场的细微转变对心脏和脑部影响最明显。心灵意念还带来实际的生理改变。用意念去发想，可以让人改变身体的某些部分，
想象那里的皮肤已恢复正常。信心是一种强有力的治疗工具，安慰剂可以发挥念力效果，绝症不药而愈也是一种念力的表现，证明意念足以让身体自行矫正，许多患了重症或绝症自动痊愈。意念几乎能左右任何生理过程，甚至治疗威胁生命的疾病。别人对你的善念就像你对自己的善念一样有力。人类意念可以深深影响许多植物、种子、单细胞生物、昆虫和小动物。3. 菩萨慈悲，故而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意念如同种子，作用力很大，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逻辑反推一下，就是种瓜的不了豆，或者种豆的不了瓜，这是农作物生长的普遍规律。那么这个规律对农作物有效之外，对人是否同样有效呢？虽然这是一个有些匪夷所思的问题，但答案却是相当令人深思的。我们也许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例看出端倪。3.1 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经常都会处在一个非常友善的环境中。如果是的话，那是因为你以前不管在任何时候，对周围的一切人都十分的友善，也就是说，你曾经种下了大量的友善的种子，所以当你有需要时，就会感受到友善的果实。反之，如果你经常都会遇到一些傲慢或猜疑心很重的人，那就要看看自己是不是以前经常对别人傲慢或猜疑，种下了的傲慢或猜疑的种子。3.2 如果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总会有人帮你，那也许是因为你以前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帮助了别人，种下了帮助的种子。反之，如果你身边总是缺少贵人相助，那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经常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出手相助。3.3 先看看自己什么东西拥有的最多，比如关爱、某方面的知识等等，也许你会发现那正是你曾经付出的最多的。再看看自己什么东西拥有的最少，通常那是你最想得到但又付出的最少的。4. 科学正视意识决定身体粒子的能量振动频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直是为了让人去深信因果定律。而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博士在《心灵的正能量与负能量》一书中，真正以科学实验角度证实善恶报应的存在。人类不同的意识层次对应着不同的身体能量振动频率，情绪越正面者，能量频率越高，反之则越低。用意念来治病，我们用意念能控制我们的身心健康。疾病从哪里来的？疾病是不善念头升起的。我们学佛的知道的更清楚，比科学还要清楚。科学家没发现这病里头有很多冤业，这个科学家没看到冤亲债主找到身上来，科学家只知道意念能控制，没想到冤亲债主，这是他没看见的。人体潜意识和疾病的关系，人类的潜意识是非常巨大的，无论你想什么，
不管是对是错，他都统统接受。如果是正面的、积极的，就会给人带来正面的、积极的改变；但如果是负面的、消极的，潜意识也会接受。很多人不懂这个规则，往往吸引到他不想要的负面的东西。人的疾病也是如此，很多严重的疾病，由于病人采取良好的心态，发生医学奇迹，不治之症奇迹般的痊愈。但也有很多人的疾病是由于具有疾病意识的而产生疾病。当人类接受了错误的医学观和疾病观后，必然会直接影响人类的意识，而人类的意识一旦出现了偏差，必然导致对待健康、对待疾病的行为也出现偏差。人类的意识是无所不能的，它不但能创造文明、创造物质，同样也能制造出大量的症状、疾病，甚至还可以制造出疾病的终极死亡。尤其对某一种疾病的恐惧观念在不断得到强化，并形成人类的群体意识时，潜意识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死亡来的。对人类的恐癌效应所导致的绝症意识，是造成当今癌症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夏威夷古老的疗法只有4句话：我爱你，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谢谢你。就这4句话就能把自己的疾病治疗好，它真起作用。包括一切冤亲债主，在回向的时候，不妨用这个心，用这几句话对冤亲债主说：对不起，我爱你，请你原谅，谢谢你。你不断这样念，不断这样的回想，就产生作用，自己身心健康了，对方的冤结化解了。如果自己身心不健康，对方的冤结不能化解，要发自于真诚。唐代著名道医孙思邈在其《摄阳枕中方》中云：道人之疾，闭目内视，使心生火，以火烧身，烧身令尽存之，使精神仿佛，即急郁。若有痛处，皆存其火烧之。逆验，古名医之言，岂可不信乎？西方有一些临床医学专家发现，通过意念想象，可以提高患者免疫细胞的数量，对那些大自癌症、小到感冒的各种病人都有不同的疗效。美国有一位脖子上长着恶性肿瘤的女性患者，医生断定她只能活3个月。她闻讯后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在心理专家的指导下，采用意念疗法，每天在床上静坐，心无杂念，专心想象脖子上的肿瘤是一个恶魔，而自己体内的白血球则是骁勇善战的骑士，并不断将恶魔逐渐消灭干净。如此这般，每天意念2至3次，1年之后，病人竟然神奇地康复了。可见一个人只要你常发正念，总是往好处想，且深信不疑，就会出现意料不到的奇迹。5. 这就是由虚变实，从无变有的结果。念力信念的力量无穷大，心存善念，相信自己的信念，我们都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念转运就转，在天气不好时，我们可以在房间里意念自己在跑步，
在划船，在游山玩水，在骑车或骑马，在运球投篮，在踢球进网，在击打沙包等等。这种假想的运动，尽管外形不动，却同样具有很好的健身效应。物原子在其神事八法中云：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至虚则无物不包，无物不容。正是因为人体与宇宙大气相融相合，才增强了人体从虚无宇宙中吸收养料的功能，激发了人体的新陈代谢，从而转化成热能、电能，并相应地疏通了人体的经络，调整了人体之平衡，才有了治病健身的显著效应。医学专家在一项调查中发现，81.2% 的癌症患者在患病前曾受过不良意念的影响与打击，比如工作学习压力太大，夫妻二人感情不和，家庭成员重病重伤，无法有效管教子女，相爱配偶突然死亡，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等等。北京肿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专家们研究表明，致癌物质并非是唯一的致癌危险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值得重视的癌症高危因素之一。他们发现，在398例胃癌患者中，生着气吃饭与好生闷气2个因素是胃癌发生的重要原因。此外，子宫颈癌患者与失望情绪有显著关联，肺癌与情感释放受到压制有关联，肝癌与性格暴躁易于发怒有关联，乳腺癌与低度焦虑有关联。可见，不良意念的负能量可以摧毁一个人的健康，导致一个人的死亡。须知，思想是具有能量的，语言是有很降之震波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尽量不要去说不中听、不吉祥的话，因为这是伤害人的负能量，尤其是在愤怒和怨恨时所发之言，均带有很降的能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言9月霜，此言不谬也。而乐观豁达、心态平和的心情，才是良性意念之正能量，才是一个人从病弱走向健康，从死亡走向新生的重要原因。中医的最高境界是养生，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养心。养心者，意念良也，多行善也，勤修炼也，心态和也。如此，则病而能愈，弱而能强，愚而能会，不可细数也。佛陀复法纪增云：法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真可谓大道至简，仅一个息字，便可把握三教的修炼真谛。所谓息气凝神，息绝万缘干扰，即可达到超常的修炼境界。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唤醒我体内的神医。愿你从今往后身体健康，平安幸福。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
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